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4月23日晚，一则关于赵丽颖的重磅消息在社交平台迅速发酵，她或将同时担任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单元评委及宣传大使，并与演员万茜共同拍摄宣传片。在当下这个信息过载、真假难辨的娱乐生态中，这类半官方加半爆料的消息几乎具备天然传播优势，既带权威感，又留足想象空间。于是，话题赵丽颖白玉兰宣传大使迅速登上热搜，评论区几乎一边倒地沉浸在逆袭叙事的情绪狂欢中。从陪跑到评委，这剧本谁写的？他早该坐那个位置了。双引号。然而，剧情反转来的比观众情绪更快。当晚深夜，赵丽颖对街坊仅用一个假字，配上热搜截图，直接终结了这场舆论高潮。随后官方渠道进一步澄清，消息不实，一切以正式公布为准。短短几个小时，一场从加冕想象到现实打脸的舆论闹剧宣告结束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事为什么会成立的这么顺理成章？赵丽颖与白玉兰奖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具备强烈的戏剧张力。她曾3次提名最佳女主角《花千骨》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风吹半夏，却3次无缘奖项。这种多次接近但未达成的经历，在大众心理中天然形成一种迟早该轮到她的补偿预期。更关键的是，她在这些场合展现出的职业姿态稳定、克制，没有情绪失控，反而强化了这种值得被奖励的公众认知。影视评论人李涵在接受采访时指出，娱乐行业其实非常依赖叙事模型，赵丽颖身上的长期努力却未被官方最高认可，这一点会自动被观众转化为一种欠她一个奖的心理。双引号。换句话说，这次谣言之所以能迅速被接受，并不是因为它多真实，而是因为它符合大家想看到的剧情。如果把时间线往后推，就会发现一个略显尴尬的事实。2024年，赵丽颖凭借《风吹半夏》中的许半夏一角，已经拿下飞天奖优秀女演员与金鹰奖最佳女主角，实现双料视后。这意味着，在主流电视剧奖项体系中，她已经完成了核心认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她还需要白玉兰宣传大使这种身份吗？行业制片人周启明给出了一个很现实的判断：对于已经完成奖项闭环的演员来说，宣传大使更多是象征意义，而不是实力证明。真正决定他位置的是下一部作品，而不是额外身份。双引号。说白了，这种头衔对新人是加分项，对成熟演员反而有点装饰过度。这已经不是近期第一次出现与白玉兰相关的假消息。3周前，一份所谓最佳女主初选名单在网络流传，涉及孙俪、赵丽颖等多位演员，随后被官方明确否认。类似的内部爆料评审名单泄露层出不穷，这就有点意思了。从传播规律来看，这类消息具备几个典型特征：时间点集中在奖项公布前2个月，内容高度贴合观众期待，信息来源模糊但语气笃定。媒体分析师陈洛认为，这类消息往往不是单纯造谣，而是一种预热试水，既可能来自营销团队，也可能是自媒体流量博弈的产物。双引号。换句话说，你以为你在吃瓜，其实你只是别人流量模型里的一个数据点。在这场风波中，舆论并非完全一致。支持方观点，他早就配得上更高位置，白玉兰欠他一个交代。从演员到评委是合理晋升。质疑方声音，评委不是资历问题，是行业认可度问题。3次没拿奖，说明评审体系有自己的标准。
过度营销反而会反噬口碑。一位网友的评论被大量转发：真正有底气的演员是靠角色说话，不是靠头衔堆出来的。双引号，这句话不算好听，但也不算错。在整个事件中，赵丽颖方面的处理方式其实很有意思，不拉扯，不解释，不情绪化，直接否认。这种极简回应本质上是一种态度表达，他不打算参与这场叙事游戏。资深经纪人张恒评价，越是站稳位置的演员，越要避免被外界叙事牵着走。他的回应其实是在划边界，我只对作品负责。双引号，听起来挺冷，但这才是成熟艺人的生存方式。说到底，这件事最值得琢磨的不是谣言本身，而是观众心理。为什么大家这么渴望看到他被官方盖章？原因很简单，在流量泛滥、评价体系混乱的当下，奖项成了少数还能被当作标准的东西。但问题是，这个标准本身也不是绝对客观。影视学者林清提出一个挺扎心的观点：观众对奖项的执念其实是对确定性的渴望，但艺术本身从来不提供这种确定性。双引号，也就是说，你越想用一个奖去证明一个演员，反而越容易失望。如果把这次风波抽离出具体人物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行业样本。问题来了，赵丽颖的路径能复制吗？答案可能会让不少人失望，几乎不能。她的成长轨迹有几个关键变量：草根出身，早期资源有限，长期高密度拍戏，形成劳模型演员标签，从古偶爆红转向现实题材，完成类型跃迁，在关键节点拿到高质量角色许半夏。影视数据分析师顾言提出一个很冷静的判断：赵丽颖的成功不是单点爆发，而是连续10年以上的积累叠加。现在行业环境已经不允许这种周期再出现。双引号，说白了，现在的新人还没等你沉淀，平台就已经换了一批人。所以那些喊着下一个赵丽颖的，基本就是在做梦，或者在做营销。很多观众有一个天真的认知，奖项等于实力认证。这个公式听起来很美，但现实远没这么简单。以白玉兰为例，它的评审机制涉及多个维度：作品整体质量、社会议题表达、行业影响力、评委个人审美偏好。注意，这里面演员表演只是其中一部分。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评审曾在访谈中说过一句很现实的话：没有哪个奖是单纯给演技的，它一定是综合判断。双引号，翻译成人话就是：你演得好，不代表你一定拿奖，你拿奖也不一定只是因为演得好。这也是为什么赵丽颖3次提名却未获奖，并不等于她差一点，而是说明在当时的竞争环境中，她不是最优解。听起来不公平，现实本来就不讲情绪。这次事件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变化：流量已经不满足于造明星了，他开始造故事。过去是买热搜、做数据、控评论，现在变成设计叙事路径、引导情绪预期、制造即将发生的假象。比如这次的评委加宣传大使组合，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巧的叙事模型。先给一个高位身份，再叠加一个官方象征，最后绑定一个熟脸演员，整个结构看起来就像真的一样。新媒体研究者唐毅评价得很直接：现在的谣言已经不是乱编，而是按照观众心理精确设计的内容产品。双引号，你以为你在判断真假，其实你只是被精准投喂。这次辟谣之后，有一个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：赵丽颖团队没有顺势营销，也没有借机强调她的成绩，这在娱乐圈其实很反常。
通常情况下，这种热度节点是最容易顺水推舟的，可以强调3次提名，可以回顾双料事后，可以顺便预热新作品，但他没有，这就引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：他是在主动降温，还是已经不需要这些操作？经济策略分析师林周给出一个判断：当一个演员的商业价值和作品价值都稳定之后，过度曝光反而是风险。双引号，换句话说，他现在要做的不是更红，而是更稳。听起来挺无聊，但这才是顶层玩家的玩法。网友情绪的两极化，爱与苛责同步增长。越是站在高位的演员，越容易遭遇一种现象：支持和质疑同时放大。在这次事件中，我们能清晰看到2种极端情绪，一种是补偿型支持，他太值得了，必须给他一个，再不给就不公平。这种情绪本质上不是评价，而是情感投射。另一种是反向审判，粉丝太能吹，作品也就那样，过于严重。这种声音往往来自对过度捧高的反弹。社会心理学者周兰总结得很精准：当一个公众人物被持续正面叙事包围时，负面声音会自动形成一种平衡机制。双引号，简单说就是，你被夸得越狠，就越有人想把你拉下来。人类真是种奇妙的生物。讲了一大堆外部环境，最后还是得回到最核心的问题：赵丽颖还能再往上走吗？从目前来看，她已经完成了几个关键阶段：流量期花千骨，转型期知否，实力认证期风吹半夏。接下来，她面临的是一个更难的阶段——突破期，也就是她还能不能演出一个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。影视评论人韩旭给出的判断是，她现在缺的不是好剧本，而是一个能超越许半夏的角色。双引号，问题在于，这种角色不是你想有就有的，有时候几年都等不到一个。结语，比头衔更重要的是下一部戏。这场风波结束得很快，但留下的问题不会消失。赵丽颖已经证明了她的能力，但观众似乎还在等一个终极确认。可现实是，真正决定她位置的，从来不是一个奖，也不是一个头衔，而是她接下来演什么，怎么演。如果下一部作品足够强，奖项自然会来；如果不够，再多身份也只是包装。简单点讲，观众可以等剧情，但行业从不等人。互动话题：你认为赵丽颖是否必须拿一次白玉兰才能算真正圆满？演员转型为评委，是实力体现还是象征意义？奖项到底还能不能作为评价演员的核心标准？如果你是评委，你会因为补偿心理给奖吗？比起奖项，你更看重演员的作品质量还是行业地位？